爸妈，我想停止治疗。你说什么？3年了，花了多少钱你们心里清楚，治不好的。谁说治不好？医生说还有希望。爸，你手上的伤都不敢去包扎，因为包扎要花20块。妈为了给我借半碗米，被刘婶指着鼻子骂。那不算什么，妈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不想让你们为了一个活不了的人把命搭出去。你是我闺女，不是什么活不了的人，就是砸锅卖铁，爸也治。二嫂，念念下个月还有一个疗程，能不能再借我3000？林梅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家那就是个无底洞，3年了，砸多少钱进去了？早点放手，对谁都好。做完了，妈给你带了粥，趁热喝。妈，你眼睛怎么红了？风吹的，走廊风大。12秒，连12秒都不愿意听完。我活着一天，他们就矮一天。我是爸妈身上的债。如果我死了，至少让他们干干净净的活。医生说我最多还有3个月，3个月够还清那些债吗？时间，当铺。小苏，你信不信这世上有能买命的地方？赵叔，你说胡话呢。城中村第1条巷子有扇门。交换什么？你知道我要来。来这儿的人都是活不下去的人。你要点什么？我要点我的命。多少？全部，3个月，1天不留。3个月的命，你想换什么？1天绝对健康的身体和5万块钱。3个月换1天，你确定？够了，1天够我还清所有的债。签了契约，明天日落你就会死，不可逆。我知道。按手印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但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了。明天日春生效，日落结束。等等，你是今晚第2个来典当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走吧。苏建国，出来！二哥，钱我月底。月底？你哪个月底还过？3年了，2万3。就是我家儿子结婚的钱都被你们借走了，现在婚都结不起。二嫂，再宽限几天。宽限？我上次宽限你，你转头又去借别人的，你当我们是冤大头？是呀，林梅，我那8000也3年了，你到底还不还？还有我的5000。各位，我苏建国不是赖账的人。哼，不是赖账的人，那你倒是还啊！你那闺女治了3年，治好了吗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那丫头就是个无底洞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们的钱全扔水里了！你再说一个字试试！打人了，苏建国打人了，欠钱不还还打人！行，苏建国，你硬气，今天不还钱，我就去医院把你闺女的管子拔了，省得浪费钱。二哥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们1个月。1个月，1天都不给，今天必须还。这就是健康的感觉。3年了，我终于能再穿上你。够了，全部还清。二叔2万3，王婶8000，张姐5000，李博3000。苏念，你怎么？姐，我今天出去办点事儿，晚上不用等我了。最后1天，活得像个人。住手！谁呀？念念。妈，起来。念念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身体……妈，我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别担心。哼，哟，这不是我那花钱如流水的侄女吗？治好了，那正好，你爸妈欠我2万3，今天该还了吧？二叔，2万3000块，对吧？对，1分不能少。他哪来的钱？2万3，1分不少，数数。这，你哪来的？二叔，钱还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家不欠你1分钱。王婶儿8000。张姐5000，李博那份3000，麻烦张姐帮我转交，全部还清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家不欠任何人，谁也别再上门。念念，你怎么钱哪儿来的？妈，别问了，今天陪我过1天好不好？就我们3个。走，我请你们吃顿好的。3年了，
咱家该过一天好日子了。念念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这病到底怎么回事？对，到底咋回事？爸妈，医院说我误诊了，我好了，那5万块也是医院的赔偿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的念念好了，老天爷开眼了。对不起，爸妈，这是我这辈子跟你们说的最后一个谎。来，一人一根。爸，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。你小时候最馋这个，一到夏天就缠着我买。我记得你那时候骑那辆破自行车，后座绑个小板凳，带我来这个公园。你爸那车链子3天2头掉，每次骑到半路就得下来修。你还说呢，有一回链子断了，我扛着念念走了2公里。我记得我骑在你脖子上，手里举着冰棍，画了一脖子。妈，你还记得你叫我在这儿放风筝吗？记得，你那风筝飞不起来，急得直哭。后来爸举着风筝跑了半个公园才放起来，回来喘得跟拉风箱似的。那时候年轻，跑2步不算啥。真好。什么？我说这样的日子真好，以后天天都是好日子。等你养好身体，妈供你上大学。妈，没有以后了，但今天够了。妈，你跟爸歇着，今天家里我来收拾。你刚好，别累着。妈，我想干活，让我干。这孩子，让他干吧，他高兴。这个家我再看一遍，每个角落都记住。念念，这屋子3年没这么亮过了，以后天天这么亮。妈，我出去买点菜，晚上我做饭，家里还有点青菜。今天不吃青菜，今天吃好的。姑娘要哪条？最大那条多少钱？这条鲈鱼45。要了。排骨来2斤，五花肉1斤。好嘞。妈3年没吃过鱼了，爸3年没喝过酒了，来得及，一定来得及。念念，这鱼，妈，你不是最爱吃清蒸鲈鱼吗？今天我做给你吃。这得多少钱？妈，咱家不欠钱了，该吃就吃。爸，今晚喝2杯，你3年没碰过酒了。念念，爸，别站着了，帮我剥虾。爸，手伸出来。念念，爸对不起你。说什么呢？3年了，让你受苦了。爸，我没受苦，有你和妈在，我一天苦都没受过。爸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念念，没事儿，邮件了一下。爸妈，敬你们。念念，等你养好身体，妈送你去上大学。你小时候不是说想当老师吗？当老师好，稳定。好，以后毕业了，找个对你好的男孩子，妈不要彩礼，只要他对你好。妈，你想的也太远了。不远，一眨眼的事儿。到时候妈给你带孩子，你爸负责接送。行，我包了。等你结婚那天，妈给你做一桌子菜，比今天还丰盛。一定很好吃。那当然，妈的手艺你还不放心？妈，对不起，你说的那些我都看不到了。来，吃个橘子。谢谢爸。还有5分钟。爸妈，我困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困了就睡，妈抱着你。爸妈，下辈子我还做你们的女儿，但下辈子我不生病。念念，念念，睡着了？念念，念念，你醒醒！不是好了吗？不是好了吗？你说好了的。你睁眼看看吧。念念。他早就知道。结束了。妈，别哭了，不疼的，真的不疼。时间到了，我知道。跟我走吧，不会疼，像睡着一样。老婆，拿出来。那是什么？他们果然留着。
典当人苏建国，典当物余生40年，换取物女儿苏念长命100岁。附加条款：若典当物苏念先消亡，契约自动激活，典当人余生即刻兑付，不可逆转。念念，爸跟你说过，就是砸锅卖铁，爸也治。念念，妈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就生了你一个，你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老板，我知道你在，出来吧。你签契约那天晚，你是第2个，他们是第1个。不可能，我去当铺的时候，他在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面前打开。那天夜里，你父亲在工地天台上看见了那扇门，你母亲在医院楼梯间看见了那扇门，他们比你早3个小时。我要点我的命，全部换我闺女活着。你确定？你的余生还有40年，40年不够，我把下辈子也搭上。不需要下辈子，40年足够了。但你要知道，一旦签字，少废话，给我签。我要点我的命，换我女儿活着。你丈夫30分钟前刚来过，那就对了，我们2口子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他已经签了，你不需要再。他签他的，我签我的，2条命换1条，够不够？够了，绑定生效，双契约叠加，你们的女儿长命100岁，百病不侵。够了。所以，我签的那份契约无效。你签约时，他们的契约已经生效，你的3个月寿命从签约那一刻起就被他们的契约覆盖了。你今天不会死。什么？那我为什么？我的身体？你的身体没有死，是你自己放弃了。你撕掉了治疗同意书，拔掉了留置针，你的心从那刻起就不想活了。契约能保你不被病杀死，但保不了你自己放弃。老板，我激活条款，用我的命换他回来。用我的！你看到了，你要是走了，他们就没了。你选。我不走，我不走了，让我回去，我要回去。想回去？求你了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活着不是为了还债，不是为了不拖累谁，是为了你自己。活着。我答应你，我活，我好好活。念念，爸妈，回来了！我不走了，我哪儿都不去了。我以为我是在替他们还债，原来从头到尾，他们才是那个把命押上的人。念念，你刚才……妈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们的契约，你们把命点给了那个当铺。谁告诉你的？我自己看见的。爸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说什么？说爸妈不要命了也要你活着？你会怎么想？你只会更不想活。念念，妈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。你今天是不是打算死？我们差点就没了你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以为我是累赘，我以为我走了你们就解脱了。你走了，我们还活什么？我不走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，对不起。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当铺老板说的对，契约能保我不被病杀死，那意味着我的病真的好了。这些普通的活着的人，从今天起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念念，妈，我在呢。妈，我饿了，早饭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下面条，我跟你一起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苏念的各项指标完全正常，白细胞、血小板、骨髓项全部正常。你是说？说实话，我行医20年，没见过这种情况。
3天前他的报告还显示，这种程度的恢复在医学上没有先例。医生，我能出院了吗？我建议再观察1周。好，真的好了。这一次不是谎话了。妈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昨晚没睡好，手有点抖。妈，你最近瘦了，操心的。现在你好了，妈慢慢就胖回来了。爸，你去床上躺会儿。不用，爸不困。爸的头发什么时候白了这么多？活着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。是那个苏念的家属，他爸爸刚才在走廊差点晕倒，我扶他坐下了，他不让跟他女儿说。看着状态不太好，脸色很差，我建议他做个检查，他死活不肯。一切正常，明天可以出院了，恢复得非常好。医生，我想问，一个人如果突然衰老得很快，白头发一下子长出来，身体虚弱，会是什么原因？突然衰老，多大年纪？40多岁。这个年纪如果出现急速衰老的症状，可能是严重的内分泌失调，也可能是器官衰竭的早期表现，具体得看检查结果。怎么了？谢谢医生。爸，醒醒！念念，怎么了？爸，你发烧了。没事儿，可能着凉了。爸，你去做个体检。花那钱干嘛？爸身体好着呢。爸，你去做体检。念念，怎么了？不对，这不对。典当物已归还，归还的是他们的命被收走了，不是契约完成了就没事了，是交易完成了，他们付了代价，40年的寿命已经被拿走了，他们在加速衰老，他们的时间在被吞噬。我活了，可他们在死。当铺老板，你在哪儿？出来！你出来！我要跟你做交易，我把我的命还回去。求你了，出来！他们不能死。不可逆转。我好了，他们要死了，这就是代价。妈，膝盖疼，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苏念，你过来一下，你父母的情况很不正常。怎么了？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程度不像40多岁的人，各项器官指标更接近70到80岁的水平，而且这种衰退速度是我从没见过的。如果按照目前的衰退速率推算，还有多久？如果不能遏制这种衰退，3个月到半年。3个月，我用3个月换了1天，他们用40年换了我一辈子。现在轮到他们只剩3个月了。第1天还剩89天。妈，我来。你刚出院，我好了，你忘了？医生都说正常了。爸，你别去了，在家歇着。一点小咳嗽，工地不能请假，扣钱。我去打工，你在家。胡说什么？你给我在家养着。每一天，他们都在老；每一天，他们离终点更近一步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
他在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面前打开，为什么不给我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走投无路，因为我现在健健康康的活着。他不收健康人的担当，除非我让自己变得走投无路。爸，多吃点，你最爱的红烧排骨。爸吃了，真饱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别动，我来。哎呀，小心流血了。我活得越好，他们死得越快，这就是等价交换。我的命是用他们的命喂出来的。怎么才能让那扇门再开一次？当铺老板说过，他在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面前打开。那天夜里，爸在工地天台上看见了门，妈在医院楼梯间看见了门，他们都在绝境里。我要把自己逼进绝境。医生，我想问，如果有人正在加速衰老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延缓？目前医学上没有逆转衰老的手段，延缓的话只能靠营养支持。那如果输血呢？年轻人的血。苏念，你想做什么？医学救不了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让那扇门为我打开，让我用我的命把他们的换回来。我知道规矩，走投无路你就会出现，你看着吧，我现在退无可退了。够不够？这够不够绝望？给我开门！你不是走投无路，你只是在威胁我。你终于肯出来了。我说过，已完成的交易不可逆转。那我跟你做新交易，把我的命还给你，把他们的40年还回去。你的命不是你的了，是他们花了80年买来的。那我的健康呢？我的时间？你听不懂吗？你身上的一切都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你拿着自赃物来当铺里卖，当铺不收。那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时间当铺只做公平的交易，你父母的契约已经兑付，没有余额。可他们在死啊！是的，我是开当铺的，不是开善床的。有一种情况，契约会自行失效。如果典当物不再存在，典当的是余生，换的是你；如果换取物不再存在，你是说我死了，契约就失效了？我只是陈述规则，从不撒谎。苏念，如果你死了，寿命退还给他们，但他们活着，要面对女儿选择去死，你觉得他们过得下去吗？这就是绝望吗？连死都不能死，连活都活不安生。念念回来了，粥快好了。昨晚照镜子吓了一跳，白的还挺均匀的，省得染了。回来了，饿不饿？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爸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爸在呢。爸的心跳还在，还在。多大了还撒娇？来，喝粥。89天，也许更短。我必须找到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当铺老板说从来没有人找到过，但从来没有人找到过，不代表不存在。他说典当物不再存在，契约失效。他说换取物不再存在，契约也失效。但他还说了一句话：已完成的交易不可逆转。已完成的交易不可逆转，但如果交易本身就有漏洞呢？如果契约的条款里有什么是他没有说清楚的呢？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图书馆。我想查点东西。我不会让你死，我答应过好好活着，那就连你们一起好好活着。时间当铺，100年1000，典当不可逆，唯有一例。有人在我之前找到过答案，
陆时行，2019年3月。陆时行，你是谁？你找到了什么？这本书2019年3月借过的人，能查到联系方式吗？这都5年前的记录了，我们系统只保留3年。借阅卡呢？手写的那种，有没有留电话？纸质卡早销毁了。5年前你找到了这本书，撕走了最关键的那一页，你知道答案。谁？你好，请问是陆时行的家属吗？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有很重要的事儿想问他，关于一本书。你也是来问那个破当铺的？你知道时间当铺？你来吧，地址我发你。但我丑话说前头，他回来了，人不正常了。他回来了？3年前突然回来的，一个字都不肯说。你要来，自己问他。他回来了，他活着。你就是打电话那个？阿姨好，我是苏念。来吧，进来吧。他回来之后就一直画这个，不说话，不出门就画。他在哪儿？最里面那间，3年了，不让任何人进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签了那个东西？我父母签了，他们在死。跟我儿子一样，他妻子签的。后来呢？他妻子呢？你自己去问他吧，门没锁。你身上有那个味道，当铺的味道。谁签的？我父母，他们在加速衰老，最多3个月。3个月，跟我老婆当年一模一样。典当双方同时在场，以等价之物重新赎回，当铺不可拒收。等价之物？什么等价之物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赎回之物须与典当物等价，非金银，非血肉，为真心所愿可抵。真心所愿什么意思？我研究了3年，不知道。但你试过。我说拿我的命，他说他点命换你活，你点命换他活，这不是赎回，这是死循环。当铺不做赔本买卖。那真心所愿到底是什么？我没找到。1个月后，他走了。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，说你能找到答案。我会找到。你比我多一样东西，你父母还活着，能跟你一起去挡胖。书上写的，典当双方同时在场。也就是说，我爸妈必须跟我一起找到当铺。对，但有个问题，当铺只对走投无路的人开门，你健健康康他不开，你爸妈完成了交易，不是客人了。那怎么才能让门开？当铺老板故意留下的敲门砖，有这个东西，不需要走投无路，也能叫开那扇门。拿去。但你记住，进了当铺，必须想清楚真心所愿是什么。答错了，就再也没有第2次机会。谢谢你。别谢我，你替我活出个答案来。陆大哥，真心所愿，你觉得最接近答案的是什么？我老婆点命救我，不是为了让我去死。她的真心所愿从来不是要我的命，是让我好好活着，但我没做到。为了我自己活着。妈，爸呢？念念，你爸晕过去了。爸，你醒醒！他刚才说头晕，站都站不起来，一下就倒了。妈，打120。念念，别打，你爸说了，不去医院，去了也没用。什么叫没用？念念，妈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了。契约的事儿，你爸说这是我们自己选的，不后悔。我后悔。喊什么？爸没死呢。爸，就是有点累，歇会儿就好。念念，爸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别说话，歇着。爸这辈子没什么出息，没给你买过好东西，没供你上过好学校，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儿。爸，你别说了。就是那天晚上，走进了那扇门。爸，我有办法了，我能救你们，有办法让契约失效，把你们的寿命赎回来。
爸，你看，念念，别瞎折腾。这是当铺的东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人帮我的。爸，这个能打开那扇门，但是需要你们跟我一起去。念念，你要干什么？赎回你们的寿命。书上写了，典当双方同时在场就能赎回。你要拿什么赎？赎回来要代价的，不是拿命换。念念，你听我说，我和你妈的命换你一辈子平安，这买卖我们做的心甘情愿，你别给我搅和了。那我呢？你们心甘情愿，我呢？我看着你们死，我心甘情愿吗？爸，妈说要看我结婚，你说要给我接送孩子，你们死了谁来做这些？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如果失败了，我再也不折腾了。爸，再坚持一下。我要见当铺老板，开门。念念，是不是不行？走，一起。300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带着全家来。苏念，你想好了？你知道赎回的代价，真心所愿，你想清楚那是什么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我要赎回我父母的40年寿命。拿什么赎？真心所愿。说说看，你的真心所愿是什么？我的真心所愿是我们一家3口一起活着，不是谁替谁死，不是谁欠谁的，就是一起普普通通的活着。这是你的愿望，不是赎金。什么意思？我问的是，你拿什么来赎？真心所愿不是你想要什么，是你愿意付出什么。我愿意付出一切。又来了，一切。你们人类最爱说这个词。你知道陆时行也是这么说的吗？他说愿意付出一切。我问他，你的命？他说行。我说这是死循环，不收。他说那要什么？我说真心所愿。他说不出来。那到底要什么？你说清楚。我说不了。规则就是规则。你拿出来的东西，必须让我的秤认定等价。放上去。你的真心所愿。不是命，不是血肉，不是痛苦，什么不是自我感动？什么才是真的？念念，别为难了，爸不后悔。念念，咱回家。别说了。等价。我多说一句，3000年来没有人答对过。你确定要继续？答错了，门关上，永远不会再开。念念，走，爸求你了，别赌。爸，你当初走进这扇门的时候，想过后果吗？你没想过，你就是想让我活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当时的真心所愿是什么？让你活着。不对，妈，你签契约的时候，你的真心所愿是什么？让你活着呀。也不对。你当初收他们的契约，是因为他们的真心所愿符合了你的秤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真心所愿不是让我活着，契约写的是长命百岁，百病不侵。他们的真心所愿是让我幸福的活一辈子，不是活着，是幸福的活着。所以呢？所以赎回的代价也必须是同等分量的真心所愿，不是命，不是痛苦，不是牺牲，是我余生每一天都好好活着的承诺。你说过，活着不是为了还债，不是为了不拖累谁，是为了你自己。活着这句话就是答案。我父母点了80年，换我幸福活一辈子，那我的赎金就是真的去幸福的活一辈子，不是带着愧疚活。这是我的真心所愿，我要活着，我要幸福，我要跟他们一起过完这一辈子。不够。什么？方向对了，但不够。你说要好好活着，但你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在说，如果这样能救他们，我就好好活。这还是交易，不是真心所愿。你想好好活，是因为这样能救父母，本质上你还是在为他们活，不是为你自己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想清楚了再开口。我去泡壶茶，想好了叫我。念念，走吧，别。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念念，妈跟你说句心里话。妈签那个契约的时候，妈想的是，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有你，
如果能让你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笑，妈这辈子就值了。不是交易，念念，妈不是在做买卖，妈就是爱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爸也一样，没想那么多，就是你是我闺女，我不能让你死。他们的真心所愿不是让我活着，是爱我。爱本身就是他们的真心所愿，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回报，不需要等价。老板，我想好了，我的真心所愿不是好好活着，是爱他们。我爱我爸妈，不是因为他们救了我，就是爱。从我出生那天起就爱，跟契约没关系，跟交易没关系。他们因为爱我，点了80年，我因为爱他们要把这80年赎回来。因为我爱的人在受苦，我不能看着不管。这就是我的真心所愿，我要他们活着，不是交易，是爱。3000年了，第一次有人答对。你收了，承认了，我收不收不重要。苏建国、林梅，你们典当的40年寿命，现已许回。回来了。老苏，你的头发……你也是，你也变回来了。3000年，总算有一单赎回的生意。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你付了钱，我交了货，公平买卖。那我付出的是什么？以后会怎样？你付出的是爱，以后会怎样？你会继续爱他们，他们会继续爱你，跟没签过契约一样。就这样，没有代价。爱本身就是代价，你以后会为他们操心，为他们哭，为他们生气，这些都是代价，但你甘愿付，所以称才认。这个代价，我付得起。走吧，门只开一次。老板，陆时行他还有机会吗？他的妻子已经走了，典当双方同时在场这个条件，他永远凑不齐了。那他怎么办？告诉他，他妻子的真心所愿，跟你父母一样，是让他好好活。他做到了，就是最好的赎回。我怎么觉得浑身有劲儿？我也是，手不抖了。这条路，我要跟他们一起走很久很久。不是梦。念念，醒这么早？妈，今天我做早饭。几点了？不用上工吗？今天休息。吃饭啦！不错，比你妈做的……你说什么？比你妈做的差一点点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你父母的各项指标完全恢复正常了，器官功能、血液指标全部是40岁健康人的水平，上周还是衰老程度，这一周就……我行医20年。医生，你上次也说过这句话。是，你们一家3口都是医学奇迹。走，回家。谢谢医生。这一次是真的好了。你回来了，成了。答案是什么？爱，不是牺牲，不是交换，就是爱本身。当天老板让我带句话给你。什么？你妻子的真心所愿是让你好好活，你做到了，就是最好的赎回。好好活。那我得把那些画收了，画了3年的门，够了。画点别的吧。陆大哥，谢谢你的铜钱。谢什么？你替我活出了答案。普通的一天，普通的爸妈，普通的生活。回来啦，菜买了？买了。排骨买了没？买了2斤。今晚红烧。好。你那手艺还是扔了买新的吧。再试试。会消失的，
所有痕迹都会消失，但有些东西不会。比如这个傍晚，看，我说行吧？行行行，你最厉害。时间当图，下一扇门会在某个走投无路的人面前打开，但愿那个人也能找到答案。我考上了，护理？你不是说要学设计吗？我想学护理，以后你们老了，我能照顾你们。谁说我们要老了？你爸我还能再干20年。爸，你就不能让我煽情一下吗？煽什么情？赶紧说学费多少？学费多少？5800。6000，多的200，买身新衣服。爸，你哪儿来的？你爸这3个月没白干，工地涨工资了。妈也攒了点儿，你去了学校，吃好点儿，别省。我会好好学的。学不好也没事儿，回来你爸养你。什么话？从这一天起，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。这学校挺大呀，比咱村的小学大多了。爸妈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不行，妈帮你铺床。对，万一室友欺负你呢？爸，我多大了？多大也是我闺女。走，进去。爸，我不会消失的。谁说这个了？我看路呢。念念，想家了就打电话。钱不够就说，别饿着自己。妈，你再不走，我室友该以为你要住这儿了。念念，好好吃饭。知道了。念念，又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爸就是叫你一声。好好活着，我答应过的。苏念，下午去逛街不？不了，我去医院实习。你也太拼了吧，才大一就去实习。早点学，早点上手。今天跟我查房，注意位观察病人状态。好的。姑娘，你手真轻，不疼。阿姨，您今天气色好多了。我见过死亡，所以我知道活着多珍贵。妈，你离远点，我看不见你。这样呢？行了，爸呢？你爸洗澡呢。老苏，念念电话。闺女，吃了没？吃了。爸，你头发都没擦干。没事儿。你在学校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爸，我都说了800遍了，没人欺负我。那有没有男生追你？爸，问什么呢你？我就问问。爸妈，你们身体怎么样？好着呢。你爸现在每天早起跑步。你妈也是，跟楼下王阿姨跳广场舞，跳得可带劲了。你别说了。那我挂了，明天还有早课。早点睡。被子盖好，别着凉。知道了，晚安。普通的一天，真好。毕业了，正式上班第一天。护士，我妈还能好吗？医生说情况不乐观。你妈妈现在最需要的是你陪着她，别放弃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她身边就行，让她知道你在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但我能让他们知道有人在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你上班第一天，妈给你庆祝。来来来，坐，爸给你倒饮料。妈，你做这么多吃不完。吃不完明天热，快尝尝红烧排骨。好吃。那当然。念念，上班累不累？还行，就是站一天腿有点酸。要不爸给你买双好鞋？爸，我发工资了，我自己买。这是我第1个月工资，给你们的。你留着自己花。我留了，这是给你们的。我闺女挣钱了。挣钱了。别哭了，吃饭吃饭。
我终于能给他们一点什么了，不多，但是我的。这个怎么样？你王阿姨介绍的，在银行上班。妈，我不相亲。你都24了，再不找，妈，我才24。你妈我22就嫁给你爸了。所以你现在后悔了吗？不后悔，但你得找个比你爸强的。那可不好找。说正经的，你就没有喜欢的人？有一个同事。谁？干什么的？妈，我就说有，没说要怎样。叫什么？多大？哪里人？妈！又吃这个？食堂今天有糖醋排骨。懒得排队。我打了2份，给你。周医生，你天天给我带饭，别人会说闲话。那就让他们说。苏念。周六有空吗？干嘛？看电影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那个同事有进展没？妈，你怎么比我还急？什么同事？念念有喜欢的人了。谁？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爸，带回来让我看看。才刚开始。不行，必须带回来，我得看看他配不配得上我闺女。哎呀，你别吓人家。我就问2句话。行，改天带回来。什么人啊？医生，工资多少？有没有发？爸这辈子最操心的事儿，从让我活着，变成了让我嫁好，挺好的。叔叔好。坐。干什么的？医生。骨科。工资多少？爸，我问问怎么了？叔叔，我现在月薪12000，以后会更高。有房吗？再攒。没房你追我闺女？爸，你够了。叔叔，我现在条件确实一般，但我会对苏念好，这个我能保证。哼，嘴上说的谁不会？那您看着，我用行动证明。行了，老苏，人家小周多好的孩子，吃饭。爸倒酒了，说明过关了。怎么样？一般。我看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长得端正，有礼貌，还是医生。医生怎么了？医生就了不起了？爸，你就说同不同意吧。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打断他的腿。那就是同意了。我没说同意，我说他同意了。老婆，谢谢爸。谢谢爸。谢什么？嫁出去了，别忘了回来看我们就行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。照片拍的真好看。让我看看，这小子笑得跟偷了鸡似的。爸，那是幸福。你叫我什么？那个，以后好好过。妈等这一天等了好久。妈，以后的每一天你都能等到。我说2句。你少喝点儿。我闺女结婚，我高兴，我多说2句。念念小时候，我就想，以后她结婚那天，我得给她办得风风光光的。现在没办风光，就2桌，但是我闺女活着，她坐在这儿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周远，我把我最宝贝的东西交给你了，你要是对不起她，爸，不会的，我话没说完。你要是对不起她，她自己会收拾你。我闺女不是吃素的。爸，我敬你。妈，妈，你说过等我结婚给我做一桌子菜。改天妈做。今天让你爸少喝点儿。今天高兴，再来一杯。
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这是2条杠，你说呢？真的？骗你干嘛？我要当爸了！你小声点儿。我要当爸了！对不起，我轻点，没压到吧？才几周，没那么脆弱。我给爸妈打电话。等等，我想亲自跟他们说。爸妈，念念来了，吃了没？妈，我有个事儿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儿？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，你们要当外公外婆了。真的？几周了？去检查了没？爸，真的6周了。我要当外公了。老苏，你哭什么？谁哭了？我高兴，眼睛进沙子了。爸，你不是说要给我接送孩子吗？接，天天接，刮风下雨我都接。得买小衣服，还有奶瓶，我得学做辅食。这就是活着的意义，一个接一个的，值得期待的明天。怎么这么久？生孩子哪有那么快？你当年在外面等了6个小时。6个小时，现在才2个小时我就……爸，我进去看看。你给我站这儿，别添乱。家属母女平安。女孩6斤2两。女孩好，女孩好，像她妈。老婆，辛苦了。你看，像你。这小脸儿跟念念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让我看看。真小啊。爸，抱抱他。我手粗，怕硌着他。没事儿，抱吧。念念，当年你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小。我当时就想，这辈子砸锅卖铁也要让你过好。爸，你做到了。叫什么名字想好了没？叫周安，平平安安的安。好名字，安安稳稳的。周安，好听。安安，安安，外公在呢。安安，别跑了，外公追不上了。外公骂外公是乌龟。你说谁是乌龟？外婆救我！老苏，你别吓孩子。他说我是乌龟。3岁小孩的话你也计较？爸，你跟3岁小孩较什么劲？这丫头跟你小时候一样皮。妈妈，外公说我皮。你是不是说外公是乌龟了？是。那你跟外公道歉。外公对不起，外公是兔子，跑得最快的兔子。行了行了，外公不生气了，走，外公带你下楼买冰棍。饭前不许吃，就1根儿。苏建国，你爸现在比当年带你还上心，他高兴就行。念念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好啊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妈就是想听你亲口说。妈，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妈老了，正常的老，每一条皱纹都是时间给的，不是被偷走的。这题我会。外公，这是初中数学。初中数学怎么了？你外公当年数学考了多少分？你写你的。去哪儿啊？医院值班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又值班？你们医院就你一个护士吗？妈，护士长了，得带头。护士长？我闺女是护士长了。外公，你说了800遍了。我高兴，说8000遍都行。这就是我拼了命换回来的东西，一屋子人，一屋子烟火气。5年了，10年了，门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也希望，如果他出现在别人面前，
那个人也能找到答案。这楼真高，几层？12楼，有电梯。电梯房，给你们买的，3室1厅，朝南。给我们买的？你们住了一辈子城中村了，该换换了。这得多少钱？妈，我跟周远攒了好几年了，你们别操心钱。城中村住得好好的。爸，城中村要拆了，走上去看看。这窗户真大，阳光真好。爸这辈子没给你买过房子，倒让你给我们买了。爸，你给了我比房子重要10000倍的东西。风大，眼睛进沙子了。12楼哪来的沙子？让爸吹会儿风。爸老了，真正的老了，不是被偷走的那种老，是一天一天踏踏实实活出来的老。念念，爸这辈子值了。我也值了。切薄点儿，你刀工不行。妈，我切了20年了，20年还是这么厚。安安那个男朋友，我看着不顺眼。爸，你当年看周远也不顺眼。那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都不顺眼。爸，你就是舍不得。我舍不得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没人配得上我们家的女孩。外公，你又在说我男朋友坏话了。我没有，我说他挺好的。我刚才都听见了。你听错了。外公最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去帮你外婆端菜。一家人都在，都在。念念，妈跟你说个事儿。妈最近老做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那扇门。别紧张，不是坏梦。梦里那扇门开着，里面亮堂堂的。他说什么了吗？没说话，就是点了个头，像是打招呼。妈，你后悔过吗？当年签那个契约。念念，你问了我好多次了，我就想再听一次。不后悔，一次都没有。你活着，你过得好，安安也长大了，妈这辈子圆满了。都来了。爸，医生说你就是肺炎，养几天就好。念念，你爸84了，肺炎不肺炎的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了？你给我好好养着。你别凶我，我是病人。外公，我下个月结婚，你得来。真的？真的。你要是不来，我不结了。来，肯定来，死也得来。呸呸呸！说什么死不死的？口误口误。爸，你答应我看安安结婚。我答应你。爸的40年一天都没有少。外公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最好看。外公别哭，妆花了不好看。我没哭，妈说过，高兴的。等你结婚那天，妈给你做一桌子菜，她做到了。爸说过，行，我包了，她也做到了。现在轮到安安了，一代一代往下走。念念，爸答应你的事儿做到了。做到了。那爸可以歇歇了吧？爸，你想歇多久歇多久。别哭，爸这辈子值了。老婆，念念呢？在呢，爸，我在。念念，爸走了之后，你照顾好你妈。爸，你别说这个。让我说完。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你。不是你当了护士长，不是你买了房子，是你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别哭了，爸84了，
够本了。老苏，老婆，这辈子委屈你了。跟你过一辈子不委屈。困了，歇会儿。爸走了，84岁，不是被偷走的，是活够了走的。爸，一路走好。念念，你搬过来住吧。行，我明天搬过来。念念，你爸走了之后，妈不是难过，就是习惯了。40多年了，突然旁边没人了，不习惯。老苏，我跟念念来看你了，家里都好。爸，我挺好的，妈也好，你放心。走吧，回家做饭。老苏，等我，不着急，但等我。太姥姥给我讲故事。讲什么？讲太姥爷的故事。太姥爷呀，太姥爷是个特别厉害的人，他能搬起很重很重的砖头。有多厉害？能修好所有坏掉的东西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他最厉害的一件事是他特别特别爱你姥姥。那姥姥呢？姥姥厉害吗？你姥姥啊，你姥姥是太姥姥见过的最勇敢的人。妈，别夸了，太姥姥说的是实话。念念，妈这辈子活了92年，够长了。妈，你还能活好多年。妈知道，妈就是想跟你说，谢谢你。妈，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你活着，谢你好好活着。咱们谁也别谢谁了，一家人不说这个。好，不说了，睡吧。念念，妈爱你。我也爱你，妈。妈走了3年了，92岁，睡梦中走的，没有痛苦。爸84，妈92，他们活了完整的一生，我也活了完整的一生。当铺老板，如果你还在，谢谢你。我答应过好好活着，我做到了。